在迪士尼那集我们聊流媒体大战的时候 Q 到过奈飞，在这个 IP 系列专栏里我把奈飞拎出来讲。你说它到底有啥 IP 呢？你先想想，我先唠着。话说2018年奈飞市值第一次超过迪士尼的时候，迪士尼觉得真的是天都塌了呀，立马砸钱搞流媒体，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家所有的片子从奈飞上下架，每年的内容预算都跟对面看齐，订阅费还便宜一半。结果商战打了几年，大家都挺伤的，这2年就逐渐偃旗息鼓了。迪士尼家大业大，而奈飞的业务非常单纯，基本上就只有一个流媒体。但现在你知道奈飞市值有多少吗？是5100多亿美元呀！人现在是世界排名第1的娱乐公司，别说已经远远超过了迪士尼，就是迪士尼加上索尼再加一个康卡斯特，就是环球的母公司啊，他们仨加起来都没有奈飞高。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奈飞现在就踩在时代最亢奋的脉搏上，传统电影电视模式的麻将桌确实让奈飞给掀了，或者说它给行业带来了新游戏新玩法。所以奈飞到底有什么？订阅费就是公司的全部，它几乎没有其他增长曲线，没有乐园，没有衍生品，没有电视网络，所有筹码都只能压在内容产出上。可是它并没有产出一个米老鼠，它也没有哈利波特。如果说奈飞有 IP，那么这个 IP 一定是动态的、变化的、千人千面的，它叫做算法。奈飞的算法可不仅仅只是把符合你口味的片子推给你这么简单，它实际上还深度影响了公司的原创内容与投资决策。这个故事行不行？咱要不要投钱来拍？它是有一个可预测的成功率的，你服不服都好。总之，事实就是由算法驱动决策并运营用户的奈飞人现在就是遥遥领先。大家好，我是专注做消费微信的八戒。其实我们已经深度生活在一个算法时代，每家互联网公司都绞尽算力在猜你喜欢，在大数据的加持下，咱们几乎都是透明的，一猜一个准。但就像上集咱们在企鹅蓝灯故事里聊过的，算法只会投其所好，它不会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事儿，暂时现在只有活生生的人可以做到。人打破常规，人跳出框架，人文艺复兴。那么奈飞的这种围绕算法构建的内容生态，它的价值体现在哪里？算法抹杀了艺术吗？现在没有，以后会吗？带着这个思考，让我们开始奈飞正传。我们小时候的电影初体验就是在家看碟，从专门的音像店租，看完了再还。用这种方式看电影的我，那确实欠了周星驰很多电影票。话说上世纪90年的美国就这么一个租碟巨头，叫做百视达，6000多家连锁店遍布全球，年营收达到30-40亿美金。而这个收入结构里有大约10%到15%的比例是用户逾期还碟的滞纳金，迟一天多交1美元。来，镜头对准我们的主角里德·哈斯廷斯。1997年他在百视达租了部电影《阿波罗13号》，结果就忘了还了嘛，逾期6周交了40美金，好家伙，比买还贵。于是这件事就催生了他渴望建立一个月费模式 DVD 租赁平台的想法。这个戏剧化的创业故事后来被他的搭档马克·兰道夫在回忆录中部分推翻。真实的情况是，他俩作为硅谷精英，本来就走在互联网潮流和技术的最前头。哈斯廷斯早期搞过一个软件公司，1997年公司卖掉大赚一笔，他俩就开始琢磨新的创业项目了。受到亚马逊的启发，二人也想搞点网购生意，研究过狗粮，也研究过洗发水，最后选择了 DVD， 纯粹是因为这东西体积轻便又标准，一个信封就能邮寄。不得不说，这硅谷精英就超前啊，太超前了。首先 DVD 这东西是日本人最先发明的，97年才第一次传到了美国，等于大部分消费者家里都还是播录像带的设备。其次，奈飞搞的是网站，等于说那时候有资格成为奈飞用户的，第一要有 DVD 播放器，第二要有电脑能上网，符合这要求的家庭在当时显然就特别少嘛。所以哈斯廷斯压住的是一个未来趋势。无论创业故事是哪个版本，有一点是确定的，奈飞从诞生之初就瞄准了百视达模式的软肋。什么软肋？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你是实体店，用户得亲自上店里选片费劲，而奈飞是网站，在家就能选。第二，还是因为你是实体店，属于重资产，而奈飞弄个仓库就行了，成本比你低得多。第三，就是滞纳金。诚然这是一笔收入，但它也损害用户体验啊。
所以奈飞就直接取消了滞纳金，用户爱看多久就看多久。第一版网站相当粗糙，但逻辑已经非常清晰了。用户网上下单，他们就用这个红色信封给你寄碟，你看完之后再给他们寄回去。1999年，奈飞推出了革命性的订阅服务，月付$15.95可以同时租借4张 DVD， 一样无到期日，无滞纳金，还能无限次更换，这就有那味儿了。但现在还只是商业模式上的改变，仅仅只是把租碟这件事从线下搬到了线上。真正让奈飞区别于其他 DVD 邮寄服务的是推荐算法的早期应用。哈斯廷斯是斯坦福计算机科学硕士，专业这块那不要太对口。2000年，公司推出了 Cinematch 推荐系统，这个系统基于协同过滤技术，通过分析用户评分历史来预测他们可能喜欢电影，也就是猜你喜欢。到2006年 ，Cinematch 的预测准确率已经相当成熟，在半星误差范围内的准确率超过75%。看起来一切都挺好的吧？然而这几年并不是顺风顺水。90年代有个关键词就是互联网泡沫，那时候你只要说是搞电商啊，那简直就是不差钱，投资人见一个投一个。从1995年到2000年3月，纳斯达克综合股票市场指数的投资增长了600%，而到了02年10月又暴跌了78%，等于是涨了个寂寞。吹泡泡的时候，阿猫阿狗都飞上了天，但泡沫一破就是尸横遍野，连亚马逊和思科这种巨头市值都在缩水，中小企业的惨状可想而知。所以我们来盘一下奈飞的资本线，看看它是怎么度过危机的。奈飞的启动资金$250万是哈斯廷斯卖那个软件公司赚的。A 轮 Foundation Capital 领投，前后一共投了224万。1998年 B 轮由老牌 VC 公司 IVP 领投600万。99年 C 轮融了1515万。除了 A、B 轮的2个老朋友，硅谷著名科技跨界创投 TCV 也加入了。TCV 的创始人杰伊·霍格由此进入了奈飞董事会。同年 D 轮融了3032万，主要是 TCV 和 Foundation Capital 追加投资，另外还来了一个欧洲资本。这个机构隶属于著名的奢侈品集团 LVMH。你说这跨界都跨到哪儿去了？可见当时的互联网有多热。2000年 E 轮由那几个真爱 TCV、IVP 和 Foundation Capital 联合投资，一共给了差不多5000万。5000万美金，你感觉多吗？不好意思，人奈飞2000年1年就把这个钱给亏出去了。那年公司净亏损5800多万，占当年收入的160%。从97年创立到2000年现金流危机，3年1个亿烧进去了，互联网的泡泡却开始消退，奈飞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那么还记得租碟巨头百视达吗？2000年奈飞认命了，2个创始人像孙子一样跑去求百视达，说大哥，你要不把我们给买了吧？你是线下一哥，收了我们，我们给你补全线上板块。而当时的百视达可以说非常傲慢，非常。这段故事，奈飞创始人兰道夫后来把它写进了书里，写的就挺好玩的。欲扬先抑嘛，就说我们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个见面的机会，风尘仆仆赶去百视达，哇，他们的总部大楼可真豪华，哇，他们 CEO 的鞋子比我的车还贵。结果一场谈判下来，我们这边在用毕生所学拽大词儿，而对面呢，他们是用毕生修养在努力憋笑。他们对收购奈飞一点兴趣都没有。10年后，百视达申请破产保护，而奈飞的市值超过了100亿美金，标准的爽文结局。此处应有那句：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幸存下来，奈飞很快迎来高光时刻。2002年，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之后呢，奈飞就很少依赖股权融资摊薄股东利益了，而是通过债券融资为后续扩张输血。那几个早期压住的创投机构，现在确实是赢麻了呀。20年后，这个投资回报率是3万。用那个 Foundation Capital 凡尔赛的原话来说，这些数字感觉就像是四舍五入的误差。回到故事，在千禧年的头一个10年里，有2件事对奈飞极其有利。一个是随着 DVD 播放机普及率的攀升，租碟看片的人多了，于是奈飞订户数从03年的100万激增到06年的630万，现金流转正，业务步入良性循环。第二个是网速起点，以前带宽小，开个网页都费劲。一个有点反直觉的现实是，美国那时候的网速是远远落后于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大概07年的时候，美国通信工人协会进行了全美网速调研，并推动高速互联网的接入。这一时期，全美宽带普及率也突破了50%。2007年对贩卖互联网内容的行业来说是个起点，因为这一年，亚马逊和苹果都开始推出了线上视频服务。第一代 iPhone 发布，YouTube 在线视频也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流媒体的时代开始了。
于是奈飞在这一年正式推出了在线看的业务。不过早期它那个片库是很贫瘠的呀，而且只能在电脑上看，所以主力还在实体 DVD 这边，流媒体只能靠跟 DVD 套餐捆绑在一起，相当于是半卖半送给到消费者。而随着服务器和设备的逐年升级，片库越来越丰富，屏幕的选择也变多了，电视、智能手机上都能看。那么这个时候再半卖半送了，不就太亏了吗？于是奈飞在2011年7月宣布，将 DVD 业务和流媒体正式分拆。原来9块9毛9美元套餐两个都能看，现在单独分开定，一个7块9毛9。那消费者也不是傻子，计算机拿出来一按，你这不是变相涨价60%吗？奸商抵制。消息发布之后，3个月内有80万用户取消订阅，股价也跟着暴跌，股东的账面损失超过60亿美元。哈斯廷斯在博客发布道歉信，这是他迄今为止唯一一次道歉。但是呢，价格该涨还涨，业务该拆还拆。顺便说个有意思的，也是蛮宿命的啊。Netflix 这个名字，它本来就有网络加电影的含义。业务拆分之后 ，Netflix 这个名字给了流媒体，而 DVD 那边起了个新的名字叫 Quickster。这个词儿读起来就给人一种是个什么速溶饮料的感觉啊，让网友给吐槽惨了。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这一劫几乎是无可避免。因为流媒体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所以长痛短痛终有一痛。那么当年奈飞如此坚定地做出这个决策，肯定是因为要搞事情嘛。什么事情？我个人觉得大概率跟原创内容有关。奈飞一直以来都是内容的二道贩子，他卖的都是别人家的电影、别人家的剧，是要给别人交授权费的。那这些别人啊，就是各大制片方，肯定也都不是省油的灯。看到奈飞如此需要他们，就开始坐地起价了。奈飞应该就是从那时候起意识到了求人不如求己这个道理，于是决定自己原创，自己来拍戏。2011年3月，也就是宣布业务分拆的4个月前，奈飞豪掷1亿美金打败 HBO， 拿下了美剧《纸牌屋》2季的独家版权。据说哈斯廷斯拍板这个1亿美金的决策仅仅花了30分钟。这个效率并不来自于艺术家对艺术的敏锐嗅觉，而是来自奈飞作为一家科技基因公司，他所相信、所信仰的东西，它就是算法。纸牌屋的投资逻辑与以往任何影视作品都不一样。传统电视网的制作流程是编剧写试播集剧本，制片公司拍摄试播集，电视网测试观众反应，根据收视率再决定是否预定整季。在奈飞之前，没有任何一家电视台愿意在没有试播集的情况下直接承诺整整2季，更没有哪家公司在一部还没开机的剧集上砸下如此巨额预算。而奈飞颠覆这个流程的底气就在于算法。这个算法有多事无巨细呢？你什么时候在哪儿看了奈飞的哪一部剧？你什么时候在哪儿暂停了、快进了、退出了？你喜欢看什么？不喜欢看什么？你搜索了什么？你在推荐页面点进去了哪些链接？这些都是基槽。总之，针对纸牌屋这个项目有3个数据。第一，英国原版纸牌屋就是1990年 BBC 出的迷你剧啊，它很受欢迎。它的用户画像怎么说呢？人类高质量观众吧。第二，这波人类高质量观众，他们也爱看凯文·史派西演的电影，爱看大卫·芬奇导演的电影。第三，大卫·芬奇的电影在平台上的完成率很高，远高于平均值。注意，此处是完成率啊，它不是指票房，也不是收视率，是指用户点开一部大卫·芬奇的电影会把它看完的这么一个比例。3个数据圈的交集就是奈飞要的答案，就是纸牌屋成功的概率。而算出这个稳赢的概率之后，奈飞接着叛逆，别的网剧都是1周更1集，顶多日更吧。但奈飞的纸牌屋在2013年上线时，它是一次性放出1整集。这个操作啊，它不仅仅是关乎用户是否一次性吃到饱的问题，它还关乎创作的自由度。因为传统模式，你每集都得放个悬念嘛，或者说得有个吸引观众蹲守下一集的钩子。但纸牌屋一次全放，这个剧本就可以写得更错综复杂，更加的草蛇灰线，对创作来说是件好事。那么作为原创首秀，纸牌屋一下子就为奈飞立住了品牌形象。而这部现象级的美剧也创造出了一个新词儿，就是刷剧，一口气刷完倍儿爽。在作品质量上，纸牌屋拿下了艾美奖提名，为流媒体的原创赢得了正统认可。
算法证明了自己不但能推荐内容，还能决定应该如何生产内容。也就是对奈飞而言，公司要做一个内容采卖也好，自己掏钱投资拍片也好，我们不用问资深电影人的想法，我们直接问算法。算法会精准而稳重地告诉你市场要什么。那么聊到这儿，奈飞的优势与局限也就出来了，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抛出的问题，算法它只能猜你喜欢，只能投其所好，而不能无中生有。如果这个世界不曾有过2001太空漫游，不曾有过银翼杀手、低俗小说，那么你就永远不能指望奈飞能做出这样的内容来。所以我们说奈飞的路子叫做内容工业化。他的确拍过很多爆款剧，也不乏十分优秀的作品，但你要说他有什么长期价值的内容 IP 足以被称之为文化符号的，没有，几乎都是快餐。奈飞的 IP 是算法本身。从2013年开始，奈飞逐步把算法工厂的逻辑推向极致，因为要为每一个独立个体精准匹配内容，所以在奈飞的系统里头，影视剧的分类就不仅仅是动作片、悬疑片、鬼片这么分个大概了，而是会把标签做得无比精细，叫做微类型。比如校园纯爱青春片跟小镇文艺青春片，它就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我肯定说的还不够细啊，因为据说奈飞这种微类型分类一共有7、8万种之多。那么类型分好了，还得确保在推给你的时候，那张电影海报在几秒钟之内就吸引到你。所以同一部影视剧的海报也有好几个版本，就算我跟你都被推送了《怪奇物语》，可能我俩看到的海报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总之，1000个人有1000个奈飞首页，个性化定制保证了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面对完全相同的片单。2013年到2018年是奈飞把这条路走得最滑顺的几年，凭借强大的算法，公司能够把钱精准交给对的创作者，再把内容精准推给对的观众。这件事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算法只在内容创作流程的早期阶段做决策，它暂时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干预创作本身的程度。所以很多电影人都是非常喜欢奈飞的呀，就没见过这种爸爸只打钱不逼逼你就拍去吧。于是我们看到了《王冠》这样的历史正剧，《毒枭》这样的拉美犯罪剧，《黑镜》这样的讽刺科幻，甚至《鱿鱼游戏》这样的韩国社会寓言，都能在平台上找到足够大的观众群体。不过以上这些是连我都知道的爆款啊，其实奈飞还做了很多的电影和剧，也许题材非常冷门乃至邪门，但都没关系，都可以做。因为只要在全球范围内聚合足够多的小众群体，就能撑起一部剧的受众基础。至于得集齐多少人才够，我们来做个数学题，看看这笔账它是不是可以这么算。2016年奈飞一键全球化，在130个国家上线，第2年用户数量就突破了1个亿。1个亿的基数，假设只有1/1000的人喜欢某个题材，那就是10万人。按订阅费是$15来算的话，那就是150万。你说150万能拍个啥？2016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它的制作成本就是150万。当然我这么算肯定是不对的啊，不知道你发现滑点了没？传统一部电影我们去衡量它的商业成功，我们就是看票房。你花50块钱买的电影票，它就只能看这部电影吗？而在奈飞平台上，你花15块充了会员，你可以看上面的所有电影，你可以看完，或者只看一半，或者只看几分钟。那这单部作品的收益该怎么计算呢？我怎么知道投资这部作品是赚了还是亏了呢？这个问题奈飞自己也是纠结的。流媒体上的作品，我们知道它有播放量和播放时长这些指标，对不对？这个奈飞啊，最早规定说一部作品至少要看了超过70%才算被看过一次。后来发现这么算数据实在是不好看，于是又改成看2分钟就算一次，就死要面子打肿脸充胖子呗。再后来发现这么算也不对，万一一个片儿它拢共只有2分钟呢？于是又给改成时长比例。从2023年起，奈飞开始每半年发布一次报告，这份报告主要就是统计平台上热门影视的观看总时长，那小时数好家伙都论亿算。所以奈飞实际上是很难去单独衡量一部作品的商业价值的。实在要算，比如鱿鱼游戏哈，哎呀实在太成功了，必须嘚瑟一下，他就只能这么说，这部作品为公司带来了9亿美元的影响价值。 Impact Value 这个词儿也算是奈飞特色的财务指标了。所以反正咱也看出来了，物理学不存在了，哪个数字体面就用哪个呗。这些统计口径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反映出奈飞在证明内容成功与否时的尴尬。和实打实的票房数字相比，流媒体平台提供的观看数据，它的财务含义就非常的模糊。
那么奈飞的账到底该怎么算呢？其实它的营收结构很单一，几乎就只有订阅费，现在还有少量的广告费，比较复杂的部分在成本端。今时今日，流媒体这个行业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的好混了。2019年一场流媒体大战打下来，市场迎来了新的格局。虽然奈飞依然是领跑的那个，但我们关心的是，它还跑得动吗？它还能跑多远？当然，首先人奈飞是赚钱的啊，只是说它的增长是不是已经趋缓了，是不是快要见顶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市场拢共就那么大，你占人头收费的，你都已经在全球上线快10年了，速度肯定会慢下来。市场饱和，竞争加剧，内容成本的螺旋上升，这些是困扰整个流媒体行业的3大难题。那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拆解。订阅模式决定了奈飞更关注用户的总体留存率和新增订户数，而非单片盈亏。但首先最无解的现实就是市场已趋饱和，美国是奈飞最重要的市场，贡献了近40%的营收。而一份调研报告显示，2024年美国家庭的流媒体渗透率已经达到了88%，且53%的家庭已经订了4个以上的会员。这也意味着几乎所有愿意为流媒体付费的家庭都已经成为了某个平台的用户。在这个饱和的市场里，奈飞想要争取新用户是很难的。且不说空间已经接近物理极限，它订阅费还是所有平台里头最贵的。接着看这份报告，美国看流媒体的家庭里，还有23%的家庭在蹭共享账号。这是不是一个突破口呢？是的，奈飞预计全球有大约1亿人在共享账号，1亿呀！当时它的用户拢共也就2.6个亿，你想想把这1个亿给收拾了，是不是一笔巨款呢？那么2023年，奈飞终于下定决心打击共享账户，效果是有的。到24年订户就突破了3个亿，不过自今年起，奈飞已经不再公布订户数据了。这种增长能否持续，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那么市场饱和的同时，竞争也在加剧。在2019年之前，奈飞几乎就是流媒体的唯一选择，而巨头们是不会允许奈飞一家独大的。迪士尼家自2019年上线之后，就疯狂的烧钱虎口多时，并且还把自家影视内容从奈飞上面全部下架。要看漫威，要看公主是吧？来我家看。迪士尼有强势 IP， 亚马逊就祭出了电商联动，人家视频会员是直接绑定在 Prime 会员里头的，约等于不要钱。此外还有 HBO， 还有 Apple TV 加、派拉蒙什么的，各家都在拼命抢占市场份额，流媒体大战打得硝烟弥漫，奈飞就只能正面迎敌了。曾经引以为傲的算法早就不是什么护城河了，不就是猜你喜欢吗？不就是热门题材一次性放全集吗？这些模式复制起来很容易，对用户来说其实没有什么非得留在奈飞的理由，除非你那上面永远都有新东西看。我们前面说过，奈飞有一点是吃亏的，它的营收结构太单一了。拿迪士尼来做对比，你看人家有院线、乐园、电视网、衍生品和流媒体，一个成功的 IP 做出来，人可以多维度创收。但奈飞现在只有订阅费，那么问题来了，是应该继续疯狂的卷内容，还是考虑向对手学习，也搞多元化呢？如果继续卷内容的话，这又是一个无限烧钱的修罗场。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影视作品的拍摄成本越来越贵，它比通货膨胀什么的要膨胀多了。现在一部大制作动不动就是上亿、好几个亿美元啊，朋友们，我们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反正无非就是明星大腕贵，供应链成本上涨，消费者由奢入俭难等等原因吧。作为流媒体一哥，奈飞每年拿出来的原创内容预算本来就是行业里数一数二的高，那它一年有多高产，你敢猜一下吗？就以2021年来说，奈飞花了170个亿，拍了超过500部影视作品，我就问谁看得过来？你看这逻辑也闭环了啊！前面咱们说创作者喜欢奈飞爸爸钱多事儿少，他一年500部，他事儿能不少吗？而真正的鬼故事是，奈飞根本停不下来，成本在涨，内容的寿命却在缩短。一部作品的文化半衰期和其制作精良程度往往成正相关的关系。你越是追求公式套路的快餐，把用户给养成饕餮，你脚底下的跑步机就只会越来越快，这绝对不是长久之计。奈飞的根本问题是缺乏能够穿越周期的 IP 资产。它当然制作过爆款，但那些作品很难像其他经典 IP 一样被反复开发和延展。就比如说，公司不是没有尝试过搞衍生商品，人家也是有官方商城的哈，只不过我就不评论了，你们自己看吧。不过就在今年，奈飞弄了个新的线下综合体品牌，叫做 Netflix House， 也算开始布局体验经济了哈。道阻且长，但总归是在尝试向外拓展了。
总的来说，奈飞在成本与增长上的矛盾体现为，要维持订阅模式运转，就得不断烧钱做内容，但当用户增长触顶，每投入1美元带来的新增订阅收益就越来越少。这种边际报酬下降不可避免地逼迫奈飞调整战略，从增长优先转向利润优先。2024年 Netflix 投入的原创内容预算也还是高达170亿美金，但项目数量大幅缩减了，明显在集中资源向大制作倾斜，作品更少，质量更好，这是我们喜闻乐见的。比如那部《百年孤独》真的就是拍得非常非常好啊。但对奈飞来说，这又能持续多久呢？2024年奈飞的营业利润达到了 27%， 全年自由现金流超过65亿美金，比22年低谷的时候几乎翻了一番，股价也从当年的低点回升超过 50%， 财务指标明显改善，但这是优化存量，不是创造增量。高速增长的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当一家成长股公司开始像价值股一样运营，它的故事还性感吗？或许可以说，奈飞用算法赢得了前半场的短跑冲刺，但接下来的后半场是一场讲究耐力和节奏的马拉松。内容的魔力还在，但内容的成本更高了；观众的需求还在，但观众的钱包更紧了。作为一家影响深远的文化娱乐公司，赚钱当然是一方面，但要如何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创造持久的可传承的价值，这个问题没有算法可以回答。哈斯汀斯曾经是典型的硅谷技术乐观主义者，他相信技术，相信算法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视角不同，结论就不相同。算法给了奈飞什么？3亿订户，5000亿美元的市值，改写产业版图的力量。算法拿走了什么？持久的文化符号，代际传承的故事，艺术的冒险精神。这就不是一道鱼和熊掌选择题，这个是你要效率还是要价值的问题。我们所理解的传统 IP 基本是一场养成游戏，也许创作需要1-2年，建立认知需要3-5年，建立情感链接再几年，而最终能够成为文化符号乃至形成代际传承，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慢慢沉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资产也在慢慢积累。算法 IP 则是即时满足的快消品，从生产到爆发到热度衰减，最后到长尾沉寂，这个周期拢共可能连1年都不到。不可否认，算法的确创造了效率革命。首先就是数据驱动决策，它大大提升了资本使用效率。相比传统的电视台或院线，这套体系在投入产出比上几乎是碾压性的。用户画像越精准，内容定制就越精准；全球分发越高效，内容传播就越病毒。奈飞的全球扩张让不同文化的内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机会。那些非英语的影视作品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引爆全球，这确实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是迎合时代需求的。在注意力极度稀缺的当下，人们需要持续不断的新鲜刺激，即时体验往往比永恒价值更让人感到真实。也许奈飞并不需要树立文化丰碑，它的初心是让人看片看到爽，它现在在做的也还是这件事。但我想说，算法优化的是当下，牺牲的是未来。黑镜讽刺技术控制人类，可它自己就是算法的产物，它成功了，算法就会主张制造更多同质化的黑镜。我相信这种片子在奈飞平台上还有很多，而且永远有人看。我在调研奈飞的过程中看了一篇文章，叫《奈飞算法对我们的电影做了什么》，写得很好啊，推荐大家看。这篇文章里提到了一些例子，比如算法告诉编剧，你得让你的角色宣布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拿嘴说出来，这样那些后台播放的观众才能跟得上剧情。你看它的逻辑就完全不是一个艺术的逻辑，是吧？它是通过拿捏用户的喜好、习惯、注意力，然后去反向干涉内容创作，这是一个他妈的 PUA 逻辑。所以这件事最恐怖的地方在于，你以为算法是为咱们服务的，但它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迎合与满足过程中训练着你，进而控制你。可能当下我们还体会不到这种恐怖啊，因为毕竟这些影视还是人创作的，只是有点套路而已。那我举个例子，假如有一天由算法指导 AI 直接为你量身定做生成了一个内容，这个内容无可挑剔，精准打到你的所有痒点、痛点、爽点、泪点，你还会买单吗？如果真有这么一天，那我们到底在消费什么？我们又能指望在这些东西上寄托什么？从商业层面来看，这种事儿它一点毛病没有，毕竟只要人们还愿意消费，资本就无所谓这是不是一个赛博朋克的世界。会在乎艺术不艺术的、文化不文化的，从来都只是我们自己。2023年的那次好莱坞大罢工，矛头直指流媒体，核心诉求之一就是抵制 AI 创作。至于算法，已经没法抵制了，因为它早已经全方位包围了我们的生活。它让我们刷视频停不下来，它让我们剁手也停不下来。这种精准拿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依赖甚至上瘾，然后消费。
不过幸好这个世界不总是钱的事儿，奈飞也许定义了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效率、数据、迎合被认为是安全的，创意、直觉、挑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但它并没有颠覆所有的内容生产方式，艺术与文化自有其韧性，我相信它不会真的被商业给边缘化。好，感谢你陪我一起看到这里，欢迎弹幕评论提出你的看法，我会认真看的。消费不止，金钱不眠，我们下次见。